中国想要推翻美国印太布局，需要在2023年转守为攻，建立威慑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关注本期中声 Talk。拜登政府自上台以来一改特朗普时期的全球收缩战略，美国联合其他欧洲和亚洲的盟友满世界出击。一方面在东欧地区不断炒作渲染乌克兰将加入北约和欧盟，将普京逼上了战争之路，进而通过军援和制裁等方式消耗俄罗斯。另一方面呢，在印太地区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美国盟友继续维护美国秩序，开始将矛头集中指向了中国。在舆论领域美国反华俱乐部五眼联盟大肆炮制谣言，培养反华势力。在军事方面，拜登政府强化特朗普对华围堵战略，积极运营美日澳印四国机制，试图通过培养印太前沿盟友，替代美军在该地区从多个方向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。在半岛核问题上，美国目前也在玩火，通过联合英澳奥库斯联盟，使印太地区可能发生核扩散，试图硬拉韩国上反华的战车，拱火半岛局势，使中国不仅要面临印太多国的军事封锁和战略围堵，还要谨防南海、台海、西南半岛4条战线。最近呢，美国智库更是渲染美日台联军可以在台海冲突中惨胜，试图向西方释放错误的战争信号。那么中国该如何走出印太军事冲突的险境，推翻美国在印太的军事布局呢？美国及其盟友封锁围堵中国的基石是它的军事力量和地缘优势。在东亚地区，驻日美军和日韩两国依靠琉球群岛、日本列岛和半岛南部，建立了一条长达上千公里的军事防线。而在这条防线的后方还有关岛和澳大利亚这2个战略要点，控制着西太和南太的军事形势。和平时期中国海空军当然可以在西太地区任意活动、频繁演练，但是战时若想突破封锁，面对威畏不怀德的美国及其盟友，依靠强大的远洋作战力量才是破局的关键要素。具体来说从2023年开始，中国海军造船厂应该是时候开始准备超级航母、2栖攻击舰和055后继舰的量产工作了。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将第2波造舰浪潮推向高潮。同时，中国成飞、沈飞、西飞对5代机的量产改进工作、隐形轰炸机制造试飞工作也应该根据时局变化加速了。其中，能够远距离投送兵力、解放琉球群岛的075和076两栖攻击舰和可以指挥无人机群作战、抵消多国空军总体优势的歼20双座版本，短期内无疑应该是重中之重。至于西南边境和半岛方向，中印之间虽然平时小打小闹，但由于印度起码还是个地区大国，不容易被美国轻易摆布。短期来看呢，西南边境整体局势总体上仍是斗而不破。而在东北方向，得益于没有海峡阻隔，美韩若敢再次越过38度线，必然会遭遇更惨重的失败。不过凡事不可绝对，为了应对中印冲突还有半岛战火，我解放军有必要为北部战区以合适的比例配置150型轻型主战坦克和99A 重型主战坦克，用以应对半岛地区的山地环境。在西南方向呢，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印边境问题，除了继续加强高原战力建设，解放军西部战区应该是时候考虑建立空中战略投送力量了，比如空中突击旅和运20机群，为中国重装部队能够越过高原作战打好基础。总的来说2023年可能是十分重要的关键年份。为了维护和平，避免像俄罗斯一样落入战争陷阱，我们除了要坚持王道外交，同时军事上要转守为攻，手握利剑始于天下，建立军事威慑体系，才能打破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布局，确保主权底线不被他们侵犯，进而实现以战止战。对此呢，各位网友有何评论？欢迎留言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